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人间烟火小圆满》故事解说。陈默做了整整8年销售，常年与人沟通应酬，看多了人心复杂，早已厌倦了不停说话的生活。彻底倦怠的他果断辞职，带着多年积蓄回到老家小县城，开了一家小小的包子铺。为了彻底摆脱过往的社交疲惫，他给自己定下规矩：开店绝不张口交流，所有点餐交易全靠手势沟通。久而久之，街坊邻里都以为她是不会说话的哑巴老板娘，没人知道她能言善辩的过往。而这个刻意伪装的哑巴人设，也彻底改写了她的人生。包子铺的日子平淡安稳，周边居民早已习惯了无声点餐。有人扫码买2个肉包，默默付款离开；有人预订素包，主动转账，还会贴心叮嘱沉默的沉默好好修养嗓子。这天，一个小男孩站在摊位前，盯着包子满心向往，却因为没钱迟迟不肯离开。沉默心生善意，打算免费送他1个肉包。单纯的小男孩误以为他是谅解自己没钱，连忙开心道谢。沉默内心无奈又好笑，8年销售阅尽人心，没想到偏偏栽在了一个小孩的单纯阅读理解上。他不敢开口露馅，只能默认这份善意，全当扶贫。就在小男孩拿到包子不久，一辆豪华豪车突然停在老旧街边，瞬间吸引了路人的目光。沉默心头一紧，满心疑惑，不知自己无故招惹了什么麻烦。小男孩立刻上前，向下车的冷峻年轻男人介绍，是这位老板娘好心帮了自己。路人纷纷议论，直言这位气度不凡的老板是来报恩的。沉默这下要走运了。话音刚落，沉默的手机立刻弹出支付宝到账10万元的提示，巨额转账让他彻底愣住。区区几个包子换来10万酬劳，夸张的数额让他难以置信。他暗自盘算，这笔钱需要卖出上万份包子才能赚到，心里满是错愕与不解。小男孩不停夸赞沉默的包子味道绝佳，极力劝说男人聘请他上门做包子。男人看着沉默温婉的沉默，当即开出优厚条件，月薪5万，包吃包住，邀请他专职上门做包子。高额薪资让沉默大为震撼，哪怕是他从前在上海做销售稳坐销冠，扣完房租开销后，月收入也不过如此。短暂震惊后，沉默迅速冷静，权衡利弊。他清楚自己是伪装哑巴，并非真的不能说话。长期贴身打工，朝夕相处，人设迟早暴露。再加上眼前的男人气场冷峻，城府难测，这份高薪工作必然暗藏隐患。他立刻摆手示意拒绝，可无声的摆手动作却被男人误当成了应允同意。沉默瞬间崩溃，无奈吐槽对方的阅读理解能力极差，自己明明是拒绝，却被强行曲解。不等他再次推脱，男人的助理便上前礼貌引路，带他乘车前往住处。抵达一栋奢华独栋别墅后，沉默内心愈发忐忑。5万月薪的待遇太过优厚，让他不由得担心，这份工作恐怕要付出远超本职的代价。一行人刚进门，屋内就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别墅男女主人陆元森和太太正在争执不休。陆太太不满丈夫精心打扮，质疑他是要去见心中的白月光，甚至嘲讽他是去给旧人撑场面上坟。陆元森满心烦躁，觉得妻子无端猜忌，不可理喻，不愿过多争辩，两人你来我往，针锋相对，争吵愈演愈烈。大儿子陆川看着争执不休的父母，无奈出声劝解，提醒家中还有外人在场，不宜家丑外扬。众人这才想起一旁沉默的沉默。陆川随即向父母解释，沉默是哑巴，不会说话，绝对不会外传家中私事。夫妻俩瞬间放下所有顾虑，甚至暗自庆幸，家里终于有一个不会背后议论、搬弄是非的人。陆太太当即决定辞退家里所有佣人，只留沉默一人打理家事。这个决定让沉默心慌不已。他本是应聘包子师傅，如今却要一人顶替多名佣人，包揽所有杂活，俨然被当成劳力使唤。陆川父母也觉得单人打理别墅太过吃力，随即商议聘请钟点工负责日常清洁，让沉默只需要统筹调度，无需亲自动手打扫。夫妻俩坦言，留下沉默一人，就是为了避免家中纷争外传。往后家里无论如何争吵，都不怕外人看笑话、传闲话。话音刚落，二人又立刻争执起来，互相指责对方挑事，谁也不肯退让。待两人暂时停歇，陆川耐心向沉默解释，这就是父母一贯的相处模式，让他习惯即可。同时，陆川严肃立下规矩，要求沉默对家中所见所闻一概视而不见，闭口不谈，禁止拍照，禁止对外传播，违者承担法律责任。随后，他重新敲定工作内容，沉默无需负责卫生打扫，核心工作只为弟弟陆海制作3餐包子，家中长辈矛盾无需他插手理会。
考虑到陈默独自留守家中，事务繁杂，陆川直接将他薪资翻倍，月薪提升至10万，每月1号准时到账。巨额高薪瞬间抚平了陈默所有顾虑。他暗自盘算，年薪120万，只需工作2年就能回老家全款买下小洋楼，彻底实现财富自由。陈默当即摆正心态，暗暗下定决心，只要薪资到位，无论豪门纷争如何，自己都专心揉面做饭，做好本职，绝不掺和家事。他入住别墅专属客房，看着宽敞精致、远超老家整套租房的房间，暗自告诫自己，必须拿出匹配高薪的专业水准。从前摆摊是为糊口，如今做工是为未来退休计划，绝不能偷懒敷衍。入职1周，陈默每日用心为小少爷陆海制作餐食，深得陆海喜爱。陆海常常夸赞他做的包子无比美味，甚至感慨，若是母亲也能做出这般可口的饭菜就好了。年幼的陆海时常对着温柔沉默的陈默倾诉心事，他坦言父母常年争吵冷战，无休无止。哥哥陆川是工作狂，整日奔波不回家。偌大的别墅冷清压抑，自己常年孤单无依。陆海格外羡慕不会争吵、温柔安静的陈默。比起整日争执的父母、严肃说教的哥哥、背后议论是非的佣人，沉默的沉默让他倍感安心。他还天真坦言，自己也会偷偷嘲笑别人，只是从不声张。1周相处下来，陈默彻底摸清了这户豪门的相处模式。陆家夫妻是商业联姻，结婚30年，争吵从未停歇。大儿子陆川理智冷漠，一心扑在事业和股市上，唯有小儿子陆海心性单纯善良，却常年夹在家人矛盾中受尽委屈。陈默暗自感慨，光鲜的豪门恰似一座不停上演闹剧的戏台，而宽敞的厨房就是他独善其身、安稳谋生的安全屋。只要专注做工，外界的豪门恩怨便波及不到自己。这天是陆家夫妻30周年结婚纪念日，二人再度爆发激烈争吵。陆太太看着精心穿戴的丈夫，酸涩地质问他是要去给白月光庆生。陆元森反怼妻子偏执偏激，嘲讽他多想多虑。本该温馨的纪念日，再度沦为无休止的争执。心烦的陆元森不愿纠缠，直接让一旁的陈默专心做包子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事后，陆海悄悄询问陈默，父母年年纪念日都大吵大闹，是不是早已想要离婚？拥有8年识人经验的陈默心知肚明，夫妻俩争吵时目光始终锁定彼此，看似针锋相对，实则是隐忍30年的傲娇与牵挂，根本不可能分开。心绪低落的陆太太主动找到陈默倾诉心事，她自卑地询问自己是否年老色衰，失去魅力。她委屈诉说自己特意穿上丈夫最爱的裙子，精心打扮，纪念30周年婚姻，却没能得到丈夫半点关注。她坦言，虽是商业联姻，30年相伴，早已习惯彼此，可夫妻2人常年无法好好沟通，自己常年无人倾诉。大儿子忙于事业，无暇顾家；小儿子年纪懵懂，不懂心事。曾经信任的佣人，还将自己的私密心事当成笑料四处散播，让他在贵妇圈颜面尽失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格外信任不会说话、守得住秘密的陈默。倾诉过后，陆太太心情舒缓，特意叮嘱陈默次日多做几个包子，自己也想尝尝味道。陈默暗自哭笑不得，10万月薪不仅要做饭做工，还要兼职心理咨询师，薪资含金量远超预期。另一边，陆元森独自在书房满心落寞，手中握着妻子最爱的粉色玫瑰，他满心遗憾的自语：每年纪念日都想好好弥补妻子，却次次演变成争吵，精心准备的心意也被对方曲解嫌弃。即便争执不断，他依旧坦然承认，今日精心打扮的妻子格外好看，眼底满是藏不住的偏爱与温柔，与平日争执时的刻薄模样判若两人。平复心绪后，陆太太惦记着肠胃不好的丈夫，特意嘱咐陈默送一杯少糖蜂蜜水到书房。起初陆元森还在赌气不肯应用，得知是妻子特意安排，瞬间心软动容。一夜之间，陆家夫妻的相处模式彻底反转，往日争执不休的二人变得温柔体贴，互相迁就。饭桌上，陆元森主动为妻子剥虾，满眼宠溺体恤。陆海看着和睦温情的父母，满脸震惊，直呼父母像是换了个人，如同鬼上身一般，反常的模样让他惶恐不安。夫妻俩立刻恢复威严，训斥孩子不懂规矩。为了缓解尴尬，陆太太让陈默带陆海去厨房吃饭。惶恐的陆海立刻给哥哥陆川发消息，慌张告知家中诡异的变化，催促哥哥尽快回家。陈默目睹全程，暗自感慨10万月薪实在超值。豪门日常反转不断，让枯燥的打工生活变得格外有趣。不久后，陆川归家，
一进门就撞见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，满脸诧异。母亲笑着宣布重磅消息，她和陆元森订好机票，准备补办蜜月旅行，弥补30年婚姻的遗憾。陆海满脸不解，疑惑老夫老妻无需补办蜜月。母亲傲娇反驳，30年婚姻依旧可以追寻浪漫，叮嘱兄弟二人在家互相照应。陆川无奈表示自己工作繁忙，无暇照看弟弟，父母却毫不在意，径直收拾行李准备出发，将家中大小事务全权交给陈默打理。无奈之下，陆川只能决定暂时搬回别墅，亲自照看陆海。父母离开后，陆海彻底卸下心理负担，心情格外轻松。他向陈默吐露心声。从前父母常年冷战分居，从不同桌吃饭，哥哥忙于工作，吃饭也只顾接电话。偌大的别墅里，永远只有自己孤身一人用餐，日子无比孤单落寞。如今有陈默温柔陪伴，他终于体会到了温暖和幸福。陈默看着缺爱单纯的小少爷，心生感慨，自己8年销售，看透人心冷暖，却没想到身价不菲的豪门少爷，最朴素的心愿只是有人陪伴吃饭。傍晚，陆川罕见的早早下班归家，陆海格外欣喜，热情推荐陈默做的地瓜粥和腌萝卜头，想要为哥哥盛饭，被陆川温柔婉拒。陆川表示已经用过晚餐，随即转身上楼洗澡。陈默看着陆川挺拔优越的身影，忍不住暗自赞叹他外形出众。陆海在一旁失落念叨，哥哥太过理智清冷，即便自己长大，也从未陪自己洗澡玩耍。看着落寞的孩子，深谙服务之道的陈默，接着送洗护用品、毛巾的由头走进浴室，意外看到了陆川紧实的身材，内心无比震惊。陆川对他的突然闯入满心诧异，疑惑他的来意。洗完澡后，陆海兴奋地和陈默分享喜悦，这是他第一次和哥哥一起玩水。陆川还亲手为他搓背，让他幸福感满满。他不停夸赞哥哥手臂结实有力，童真的话语格外可爱。不仅如此，陆海还主动提出晚上要和哥哥同睡，甚至热情邀约陈默一起3人睡大床。童言无忌的话语瞬间让氛围陷入尴尬。陆川立刻出声制止，无奈致歉，解释孩子年纪太小，不懂分寸。次日晚餐，陆川依旧早早归家。陆海调侃哥哥如今清闲顾家，和从前拼命工作的模样截然不同。陆川淡淡回应，处理完工作自然准时归家。用餐时，陆川发现陈默始终拘谨站在一旁不肯落座，随即开口询问缘由。陈默心中谨记身份差距，自认只是打工保姆，对方是100亿总裁，绝无平起平坐的道理。陆川误以为自己让他拘谨不是，面露疑惑。陈默连忙在心中辩解，对方外形出众，气质绝佳，自己毫无抵触，只是恪守职场本分。一旁的陆海立刻化身小助攻，当众爆料陈默私下经常夸赞哥哥帅气，比电视里的霸道总裁还好看。突如其来的爆料让陈默瞬间窘迫社死，暗自吐槽自己只是心里默念，却被小孩当众揭穿。陆川看着他局促的模样，嘴角微扬，主动让他落座一同用餐。饭后，陆海主动安排家务分工，要求陈默今日洗碗，不许耍赖。陈默满心无奈，当着100亿总裁的面，根本不好意思撒娇偷懒。谁知陆海搬出陈默从前教他的道理，直言日后娶妻必须心疼妻子，不让妻子做家务洗碗，要好好呵护对方的手。这番话让陈默手足无措，生怕更多私下教导被揭穿，只想尽快脱身。就在陈默窘迫之际，陆川主动包揽了洗碗的活计，让他带陆海去看动画片。这一反差举动让陈默倍感意外，他万万没想到日理万机的100亿 CEO 会亲自下厨洗碗，还愿意陪伴小孩看优质动画。闲暇之余，陆川主动和陈默闲聊，询问他无法说话是天生所致还是后天意外，还贴心表示自己认识顶尖神经科专家，可以帮他检查诊治。这番问话瞬间让陈默警铃大作，满心慌乱。他暗自感慨，8年销售早已耗尽自己所有话术，如今只想安稳拿高薪，装哑巴度日，绝不想暴露真身。见陈默沉默不语，陆川主动说起自己的童年过往。他坦言年少时父母常年争吵冷战，动辄分居住酒店，自己常常1-2个月见不到父母，从小只能依靠保姆照料，从未看过1次动画片。他清楚父母的婚姻只是利益联姻，毫无深情，自己拼命打拼事业，就是为了掌控人生，摆脱联姻束缚，未来只想与心爱之人共度一生。听完陆川的私密心事，陈默满心忐忑，连忙自我警醒，美男计只是一时，10万月薪才是根本，绝对不能心软失态。陆川又坦言，自己看着陆海长大，早年亲手照料年幼的弟弟，后来忙于工作，渐渐忽略了他，心中满是愧疚，十分感谢陈默的出现，弥补了陆海缺失的陪伴与温暖。
随后，陆川主动询问能否称呼他小莫，并郑重宣布自己决定学习手语，彻底打破二人的沟通壁垒。这句话瞬间让陈默彻底陷入恐慌。他全程伪装哑巴，根本不会手语，以陆川超强的学习能力，只需短短几天就能熟练掌握。届时自己的人设必将彻底崩塌。陈默心里无比清楚，人设败露不仅会丢掉高薪工作，还会构成劳务欺诈，大概率要赔偿巨额违约金，赔光所有积蓄。巨大的危机感让他立刻下定决心，必须尽快找借口跑路脱身。思来想去，他敲定了唯一的脱身理由，谎称老家奶奶病重，需要即刻回乡贴身照料。为了让借口真实可信，陈默默默向离世10年的奶奶致歉，只能借长辈病重的缘由逃离危机四伏的别墅。陆川毫无怀疑，格外贴心，不仅提前结算当月10万薪资，还执意帮他订机票，亲自送他去机场。陈默极力推脱，生怕近距离接触露出破绽，只能独自仓促返乡。回到老家，爷爷见他早早归家，以为他在外受了委屈，连忙温柔安慰。陈默笑着告知爷爷自己今年收入可观，特意提前回家陪伴家人。爷爷满心欣慰，不停夸赞孙女有出息，祖孙二人温馨闲谈。陈默还拿出好烟孝敬爷爷，约定明年不再外出打工，留在老家养鱼创业，陪伴亲人。就在二人闲谈之际，陈默的手机反复震动，是陆川的来电。爷爷担心是急事，不等陈默阻拦，便接通了电话。为了保住哑巴人设，彻底掩盖真相，陈默情急之下压低嗓音，刻意伪装出粗犷的大娘口音，对着电话谎称陈默出门喂猪，暂时不在家。匆匆挂断电话后，陈默内心慌乱不已。他清楚陆川心思缜密，观察力敏锐，是城府极深的人，刻意伪装的口音必然已经露出破绽。即便满心惶恐，他依旧强行稳住心神，自我安慰陆川只是心生怀疑，没有实质证据，只要自己坚决不认，死守人设，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